来到 Women in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宣布重新启动外籍企业家在美工作许可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英文叫做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Parole， 那它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家在美国开展一番事业的。这个政策在奥巴马2017年卸任前几天被颁布了以后，可谓是命途多舛。一开始是不让被生效，再后来是建议取消。那最近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消息呢，可谓是给很多正在观望的人吃了颗定心丸，也从侧面体现了拜登上任后的美国是更加欢迎新移民的。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创业者工作许可证。一开始想跟大家指出的是，这个并不是一种新的类别的签证，因为只有国会通过立法才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类别的签证出来。这个工作许可证呢，是国土安全部在政策的影响下，为了鼓励大家去创新，促进经济的发展，还有提高就业率，做的一个政策性的规定。那符合规定的申请人呢，就可以拿着这个工作许可在美国为初创企业进行工作。一开始是2年半的时间，如果满足条件还可以进一步的延期。那他的配偶呢，是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工作的，所以听上去是非常利好而且灵活的一项政策。另外，每一家初创企业可以最多为3名创业者进行这个工作许可的申请。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获批这个创业者工作许可证呢？我们先从公司的资质来讲，然后再从个人的资质来讲。首先，作为一家公司，你要证明你是一个初创企业，也就是在过去5年内在美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另外，你要证明你的这个企业获得了由美国合格投资方至少25万美金的投资方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需要证明投资方拥有成功的投资先例，而且不能跟申请人有直系亲属的关系。另外，你也可以证明你的这个初创企业曾经获得了美国联邦州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至少1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或者是曾经受过政府的表彰。那如果你说上面的2个条件都太严苛了，我只满足一部分，或者我根本就不满足，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移民局说了，他说你还是可以继续提交一些佐证来证明你的这个初创企业能够在美国的创新方面、经济或者是就业方面带来巨大的显著利益。那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比如说你的企业曾经获得过创业大赛的奖项啊，或者你的企业的一些什么项目有显著的社会效应，或者是跟政府合作有一些显著的成果，都是一些关联的证据，可以获批的。那刚才讲了对公司的要求，接下来讲的是对申请人的要求。作为申请人，你首先必须得证明你在这个公司拥有至少10%以上的股份。另外呢，你要证明你在这个公司里是担任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你自身的知识还有你的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帮助这个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如果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话，那这个公司的前台也许就不能够申请了。那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重要的工程师，那么你就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因素。那为什么这个创业者工作许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它现在是弥补了美国移民体系的一个缺失。因为除了这个工作许可证之外，没有一个别的签证能够最大限度的灵活的让一个创业者有了想法、有了投资就开始在美国工作了。H1B 的话，它有它的限制，比如说你要受制于抽签结果，你还不能自己当老板，你还不能占很多的股份，对不对？那如果是 L1 的话呢，你还要证明你美国公司和海外公司有一个什么关联的关系，你还要证明你过去3年至少1年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有诸多的不便，诸多的限制，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那现在的这个工作许可证呢，它是最大限度的给予了这个申请人一个自由的选择权。如果我有好的想法，我拿到了投资，我就可以开始在美国工作了，然后我的配偶小孩也都可以来。所以我真的是要给这个政策点一个赞。如果有什么兴趣想要进行1对1咨询的小伙伴，也可以联系我们，深入的了解你的情况，看看你是否满足这个工作许可的要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